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12月5号。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从现在开始，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30分钟。已经有一些朋友进入直播间了，请大家确认一下我们的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声音和图，好的，没有问题。好，谢谢两位的这个确认。我们看一下，现在简单的说一下指数。现在的今天的最高点目前是6895日线。那么日线上我们一直盯的是这个从4835这个起涨点，然后这里有一个中枢，也就是大 A， 然后走小 B 段，然后小 B 段之后给了一次回撤，非常这个典型的回撤了一次 0.382 之后，现在出现又一波上涨。那么现在这波上涨啊，如果说短期的话是需要注意一下了，因为这一波上涨内部我们看一下，就现在它的这个后期演变的话，你要么是再次往上突破这个6920，然后出现一个盘整背驰，就是这三段盘整背驰，然后它回落，在这里做大 B 中枢，对吧？前面是 A， 就是按照我们模型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不突破6920，在这里做第二个中枢也可以。可以往上选，也可以往下选。往下选的话，那就是去完成这个周线上的回落一笔；往上选的话，就是前面这个4835上涨没结束。那么现在市场上关注，因为下周三12月10号有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了。那么这周出的这个数据啊，有一个数据就是 ADP 数据，就是小非农。小非农数据的话，主要是私企的一个就业数据，那么是非常差的。现在这个失业率在这个私企上还是，私营企业上还是很严重的。那么现在市场压注是12月，就是下周三有可能还继续降，因为现在没有其他数据出来，因为 CPI 还有这个大非农啊都是在美联储利率之后，所以他们现在是非常被动的。但是，可能是基于仅有的数据，他们有可能会降。现在市场上压住。那么，如果说继续降的话，那就再次突破4920之后就比较危险了，因为是很容易背驰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位置，首先你不要追。那么手里有的话，当然可以继续拿，就是可以用小一些底仓是肯定可以继续拿着，但是那个机动仓的话，你就要稍微谨慎一点，尤其是现在在1小时上这个。最后这个日线上这一笔啊，它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已经开始钝化了，也就是说，没有动能了。尤其是在小周期上，在1小时上，你可以看成是简单的看成一个3段，或者说3分钟上、30分钟上也是可以，因为这些回落在30分钟上都不构成笔。那么到这里的话，可以这样画成3笔。那么这也是有背驰的，对吧？这很弱，所以说小周期上，它这里如果说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看看就是大周期上30分钟或者60分钟这种周期，在这里做中枢的话，就稍微大一点的中枢，看能不能继续往上走。目前的话，这一笔回落有可能会在这个，比如说财报的那个利率决议当天，或者说利率决议之前，比如说来个偷袭，利用一些事件炒作，来个快速下杀。对吧？有可能在这里要做一个1小时的中枢，可能再上。但是不管怎么讲，现在牛市的节奏就是一个快跌慢涨，对吧？这种缓慢上涨的节奏，对这个拿不住股票的人，或者说老想着要崩盘的人来说是一种煎熬。但是对我们基本上只做手里有底仓做中长线的人，这种是最好的一种节奏。就是不要害怕有快速回杀，但是快速回杀的时候，只要不破坏整体结构的话，都可以，利用小周期，对吧？利用机动仓做一些这个差价操作。好的，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指数，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先看有一位朋友提问，有一个叫 R 的，应该是机器人是吧？Rich Tech，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这个我们也以前也分析过。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简单看一下它的图形。这是周线上，那么周线上这里有一个潜在的3买了。为什么说是潜在3买？因为这一笔还没出来。虽然说现在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就这个3买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但是现在这一笔还没出来，但是这个回落确实是对这个周线上是做了一次这个回拉回踩测试。如果说你在当下去测它的回拉的话，这个回测也比较深，也是跌破了 0.618， 但是也不影响它形成一个300。现在就看这一笔能不能够这个生长出来。那么你两个方向都要看，对吧？你既要看上涨延续，又要看这个下跌的可能性。因为虽然说形成了周的底分型了，那你要看它这个周的底分型能不能够这个守得住，就是 2.81 是不能被跌破的。我们看这个次级别，我们把 2.81 添加到其他周期上。好的，这就是 2.81 踩得很技术，刚好也是看这个裸 K， 刚好踩到了这个200天上，看到没有？刚好踩到200天，然后在日线上的话，这里是出现过一次3段，但是呢，尤其因为这段这个反弹是不够比的，所以说是1小时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然后有个小 B 段，然后在这里又出现了盘整背驰，所以这个踩的还是比较技术的。那么现在因为这些 K 线已经在周线上形成底分型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观察的就只要 2.81 不被跌破的话，它任何回落你都可以去做多它，因为只要能够守得住，比如说做一个中枢起来，或者说给一个3段起来，但现在只有一笔呀，所以说它更小周期上是一个123，对吧？这个3明显很强，也就是1小时上这个3很强。那么1小时上它可以做一个12345，就是这一笔日线上这一笔才可能结束，然后再在这里做个123，甚至再做个中枢再上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就可能生成周线上那个，这是周线上那个300，然后再继续往上生长，甚至突破前面的高点。所以这个就去跟就好了，1小时上去跟踪它的这个一些回落，可以只要 2.81 不被跌破，这个周线上这一笔就可以生长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啊，宗旨是什么呢？就是跟大家那个一直强调，我不是要预测。我不是要预测是不是要突破某一个点位，是不是要跌破某一个点位，这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的，去预测市场。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表达的是，我们缠论其实一个非常好的跟踪理论，就是它不去这个做预测，但是呢，它可以利用它的理论来跟踪。任何的转变都有这个临界点，我一直强调，所以说你也不要去预测，你只能去跟踪。那么这里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股票不能多，你一旦太多的话，比如说手里10只8只各种各样的股票都有，你根本看不过来呀。那么有机会的时候你也做不到，你也抓不住。所以说，首先手里的股票不能太多，然后要精选个股，然后把每个周期都跟踪到。比如说1小时上的结构有回落了，然后到位置了加一加，上去了有背驰了减一减，对吧？这样的话，你每个周期都能做到的话，你这个成本很快就降得很低。这样的话才有利于你长期持股，对吧？目的还是为了长期持股。那么前提是你的成本够低的话，那么这些微小的波动你才能够抵抗得住啊，不至于说哎呀一跌就要割肉，一涨我就去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要传递的在这里。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R 这个机器人。我们再往下看，钱默又问了一个 ORCL， 就是这个 Oracle， 就是甲骨文。甲骨文的话，之前这个应该是跟这个 OpenAI 呀，还是跟谁一个大单子，造成它当天涨了 35%， 能看到这个最高点这一天。但是涨完之后，然后好像是一些机构开始质疑它的这个不知道是质疑它的盈利能力啊，还是质疑什么，然后出现了一波很深的这个回撤。我们看这个周线上回撤已经到了 0.618 了，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个位置，对吧？砸得非常深。那么刚好现在在这个关键位置出现了关键的底分型，周线出现底分型了，有企稳迹象了， MACD 也是开始有收平的迹象，从高处下来有收平，看它能不能再起来，这样的话周线上就能再起来一笔。其实方法跟刚才那个股票 RR 那个是差不多，就是说我虽然说有底分型了，但是呢底分型不代表不能够变成中继的，所以你要两个方向都要看。那么日线上我们看它这个前面这里这里是有过2次反弹，做了一个中枢。如果说你把它的这个如果说第一笔到这里的话，那就是1次反弹，因为它其中这个进入段是不够这个5根的，这只是一个特殊处理。因为缠论里面这个
构成中枢这3笔是必须要满足定义的，它的进入段、离开段都可以没有，都可以是跳空缺口，这个是需要注意一下。那么现在这里如果说你当成一个中枢的话，这就是小 B 段，那么前面这里这个反弹，这个虽然说够比，但是回落又是4根又不够了，所以说你就看，如果说这个是当下处理的话，是应该当成一个3脉的。为什么说在当下这个位置你应该当成一个3脉呢？因为它这个位置，如果说你不处理的话，就这个234这个位置，从210，比如说210这个位置，你看到踩到200天附近，又在这里做了一个底分型，它的内部又是2个小中枢下来的，你这个位置做多进去了，然后呢，这个反弹，这笔反弹也够5根 K 线，首先够满足5根 K 线。为什么要满足5根 K 线呢？这个是个周期，周期是非常重要的，在缠论里面。所以说你首先要满足5根，你先不说它这个有没有包含关系，对吧？它的小周期里面是肯定是可以这个递归啊，比如说1小时上，看这里1、2、3段，就这段。所以说在当下的时候，如果说你不处理这个3脉的话，那你就要忍受它再次回落了。我们测一下，当时是回落多少？又跌了21%，看到没有？如果说这个3脉你不去处理的话，那就要再忍受21%的一个回落。你要是用期权呢，或者用什么其他衍生品的话，21%的下跌是很恐怖的，因为带杠杆嘛，对吧？所以说这种3脉在当下的时候你是要处理的。那么处理完之后，不论你是减仓啊，还是对冲啊，还是怎样，那么就避免了这段回落，因为你不知道它跌多深，晓得吧？这里就是说我们不去预测，只应对。那么应对完了，然后到又这个出现支撑之后，现在这个反弹又成一笔了，意味着前面这就不用管它了，意味着这里可以成为一个新的3脉，因为这里是一个严格定义的话是，在日线上是不满足一笔反弹的，所以这里又是一个新的3脉或者潜在的一个3脉又出现了。那么现在就是看它最后这一笔的这个内部，其实跟我们之前那一笔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要观察，就是要多周期的去这个观察它，就这个内部的1小时上，甚至是30分钟上有没有饱满结构，或者说这个结构可以结束了。你看它这个1小时现在走的已经相对挺饱满了，有进入段，有离开段，对吧？有中枢，这个各个零件都全乎了。那么现在就看它这一段能不能够结束日线上那笔上涨。你要么是砸下来往下走，要么是回落一下往上走。就是说没有3码和3脉，现在，那么现在也是可以再回来一次。那这段走的话，我们先比较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还没到等比例，223.80。如果说能够冲到这里的话，是一个等比例状态。目前看的话，怎么说呢？背驰不明显，虽然说现在是没到223，已经这个弱了，但是呢，没有很强的下蹲的意识，有可能它的小周期里面可能再蹲一下，然后再弹一次，比如说冲到223.8，然后给一笔比较强的回落，或者说给来一个1、2、3段，以这种方式，就整体来讲吧，它的小周期上并没有很饱满，就是这个1小时上的最后这段可能内部还不太够饱满，所以说造成它现在有可能像我刚才再重复一下，就是往前再冲一下，然后一个回落之后。来一个盘整背驰的时候，这一笔有可能结束了，甚至是再往上冲一冲，比如说200均线这里，对吧？冲到这里，然后踩一下，然后有一个这个背驰也可以。但整体来讲，现在小周期上有可能还可以再往上冲一冲，或者说你从最高点测一下它的反弹的这个位置，对吧？看看能不能到这些位置，甚至到 0.5， 刚好120天也在这个位置，所以短周期上。有可能会再往上冲一冲，但是呢，只要回不到上面的中枢，它都是日线的3脉，所以说你要有反弹之后要减仓，因为这个大周期的这种反弹下来之后，你可以再做到2买嘛，对吧？甚至是再次跌破这个位置，就是去做它的盘整背驰也可以。但整体来讲，现在只能是当成一个弱势反弹来处理，就是说小仓位要这个及时处理它的当它的结构出现衰竭的时候，你要及时出来。好的，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丽丽朋友问了一个 ALAB 有仓位，他说这个的话，我也是注意到一些，这个他好像是英伟达的
上下游关系的这么一家公司，所以说它跟英伟达或跟整个芯片的这个板块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现在在大周期上，现在看的是月线上是一个123，我们之前好像分析过这一段的回落，就是这一笔的回落，我们用的是一个递归的方法，就是说在月线上的话，最高点在147.39。如果说按这个来分析的话，它是不满足回落一笔的。但是如果说你起前面的次高点，也就是147.36的话，这个是回落是够一笔的。所以说我们这样看123。然后这个第4段的回落现在也没有出来，就是这个虽然说形成了月的顶分型了，但是这笔回落还没出来，但是已经有顶分型。所以你现在就观察它这里也是2个方向，一是47.13上涨没结束，然后就是这个262下跌的这个262.9下跌的这个开始。所以说这要观察周线上。那么周线上现在是已经有了这个一笔回落了，我们之前好像测过。这个回落也是踩了这个 0.618， 对吧？之前是出现过一次这个，但是呢变成中继的被打掉了，继续向下延续，然后在 0.618 这里得到了一些更强支撑吧，然后也出现了底分型，但是也不代表说一定要这个能否反弹成功，我们需要跟。也就是说在周线上它可以是在这里做一次或做一个中枢，然后可以继续下来，构成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月线上的回落一笔，甚至是如果说能够直接微转突破前面的话，就是这个周线上是一个123段，那么就是前面这个47.13的这个上涨没结束，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关注的就是这一笔的上涨131.42，然后就看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高量的这些的这个次级别，把其他的全部清一下，我们把这个画线给它拽过来。好的，我们只关注26.9右侧这些。那么这是我们之前好像分析过一次，然后这里做了一个反向中枢，又打了一个低点，然后又反弹了一笔。它这个结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分段吃它，其实它的幅度还是挺大的。你看它每次反弹36%，前面第一次这里的反弹，第一次的反弹的话，说的是也是一个递归的方式，20%，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最低点在这里，然后最高点在这里，你如果说这么画的话，它是不够一笔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二脉在日线上，这个二脉又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或者说你当1小时去操作，这个二脉也行。但是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不处理，你就要面对35%的一个回撤。虽然说我们在做这个复盘的时候，或者说你说它马后炮的时候，你当然很清楚的知道了，我在这里该卖，在这里该买，对吧？这很清楚。那么在当下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在这个位置做出减仓的动作？因为你不知道后面能跌多少，所以说这个二脉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这里画的是就是把前面的画成一个回落，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里有一个日线的中枢。那么现在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而且还没回去，对吧？有希望要出现一个，或者有可能出现一个这个的三脉，是不是要再次跌破前面这个高点？那这样的话，这个周线那个底分型又被打掉了，对吧？所以现在就看是哪种可能性，还是说这个上涨没结束呢？那么这个是182.53，所以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在最后这一笔了，最后的这些 K 线的小周期上。那么1小时上，我们把这个起涨点标注出来，131啊，这里有一次回落，2次回落，然后又上去，做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所以说现在1小时中枢也反弹的到了阻力的200均了，然后前面这个反弹应该是在半分位左右吧，到 0.5 和 0.382 之间，很典型的一个反弹。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因为你看它的小周期里面，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那么在更小周期，比如15分钟里面是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那么有可能这个小中枢的 B 段小 B 段离开还是有力量的，所以这里可能再做一个中枢，再打一个高点，比如说突到 0.5，
那么这一笔反弹就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你要有的话，可以稍微再拿一拿，因为这个在15分钟上明显是这里有一个中枢，第二个小中枢还没出来，等它出来之后，可能再打一个高点，比如说到162，对吧？那这样这笔结束之后，你就看它是再回到中枢里来，还是说给一次回落，然后再起来一次，就是给一个300的话，或者说直接快速杀跌杀破这个中枢也可以。那么现在就是关注就是首先1小时上就是围绕这个中枢的一个震荡，再就是最后这一段的一个15分钟的一个小周期的一个情况。你这样的话结合15分钟1小时，然后再决定日线的这一笔是否能形成三脉。形成三脉的话，就是看它再次回落，做大周期的一个2买，甚至是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再做这个盘整背驰。但整体来讲，它好就好在这个 MACD 啊起来了。MACD 已经开始张口往上走了，对吧？所以说更大可能是这段没完成，可以再往上走一走，甚至拉回到这个中枢也可以。所以说你现在就盯着15分钟和1小时就可以。那么它完全是可以这个，比如说冲到这个 0.5 这个位置，然后踩一下再起来，然后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也可以的。所以之所以为什么交易这么复杂或这么难的原因，就是它的变化的情况太多了。那么针对我们的话，你如果说这个抓不到这个观测的这个段的话，你就很难知道现在它走的是哪段行情，晓得吧？所以说就是因为你有底仓嘛，就是底仓拿得住，然后结合15分钟，然后和1小时，那么15分钟的一个演变之后，那么这段结束了，当然就可以回落了，回不来，然后又可以买，又可以上去有背驰了，它又可以回来。那么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如果说直接往下砸，那你就知道了这段有可能结束，给一个这个3脉可以往下走。所以这就是小周期多周期的一个结合，就是立体的一个交易方法。其实但是这个票呢，整体它现在在小周期上这个应该是还没结束，所以你就可以这个结合这2个周期。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share 的朋友问了一个 Coinbase， 他想找机会建仓。那么 Coinbase 的话也是这个跟那个比特币相关度是比较高的，因为他想把自己建成一个类似亚马逊式的，就是说你想买比特币或虚拟币，就到这个Coinbase 来这个就买就好了，对吧？他想弄成那么一站式的一个虚拟币的消费平台。但是呢，那个跟他竞争的那个谁，那个忘了那个股票叫那个Robinhood 的话也是有这种潜在的这个，你要 Robinhood 明显这个图形上，个人感觉啊比这个 Coinbase 能强点，但是他俩可能倾向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再回到 Coinbase， 然后 Coinbase 的整体图形，我们看周线月上是出现过一次回落了。之前我们分析的是这个位置，这笔回落是这个月线的2买。为什么现在这个新的位置也是2买呢？因为它中间这段啊，它不够一笔，它只有4根或4个月，造成了你这个图形需要重新划分。这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出现重新划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结束，就是说整个这段的上涨它没结束，才会出现这种前面这段划分不要了，然后又变成这个新的，因为它没结束，所以这就是这个为什么你需要重新划分的原因。因为在没有结束的这个走势里面，你当然可以重新组合了，对吧？那么现在从 444.65 回落到 231.17， 这是一个潜在的月线的2买，但是现在这个月线底分型也没出来。你看前面这里它这段当2买的时候，它这个上的是很强，对吧？受益于这个当时比特币也好，虚拟币跟整个大家的预期有关系，造成了这段的上涨是非常猛的。那么现在这个相对纠结一点，这个这个包含关系现在是，那么现在这个 MACD 也是处在一个，你要么是空中加油，像前面这里看到没有，空中加油，然后继续上。如果说这里不能够进行空中加油的话，比如说空中加油可以再起一下，如果不能进行空中加油，可能就要交叉往下走了，意味着这个下跌没完事儿，晓得吧？所以这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就这笔现在是非常关键的。看一下次级别，周线上刚好是3段，然后也有一个关键的位置，这个等比例在248.98，也就是说这3段是一个等比例，它也拉回来了。那么现在拉回来之后，如果说周线上能够出现一笔的话，就看它是不是要做一个反向的3段，然后再下。所以你现在就是做的这个是周线上这一笔反弹，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231.17不能被跌破，那跌破了就没得说了，对吧？那就是这个底分型没稳定下来，可以它继续向下延续，踩一下这个120周，因为这个离120周是非常近的，前面这里是120周，120周，对吧？它完全可以是再次跌破231，做一个空头陷阱，然后往回拉也可以。因为现在虽然说是有这个周的底分型也出现了，但是现在是相对的比较纠结。好的，我们再往上看，那这就到了这个日线上了，那就基本上就可以做操作了，对吧？因为周线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只能是做这个大的这个计划。那么现在这是大的周期上的3段，那么我们这里就是说，这402下来这个它可以没完事儿，它可以没结束，因为这里是反弹，如果它再次跌破它的话，意味着是402的一个下跌延续。所以现在就是也是这里是你可以当成3段，1、2、3、4，可以当成一个4的反弹，然后可以给一个5的话，如果说不跌破前面的话，就是一个2买，跌破的话就是一个5浪，对吧？因为什么说可以的话，只能说可以当成，因为它也是这些 K 线严格定义的话是不满足反弹一笔的，但是跟刚才那个ALAB 也类似，就是说它在日线上是有意义的，那么你这里可以画成一笔，然后可以画成的目的就是你在利于你的交易，对吧？但是严格定义它是不构成一笔的，只是一笔就下来，所以还是看这笔反弹。那么现在反弹还是弱呀，已经反弹了1周了，只是顶到了200天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中长期的一个均线。那么你看它，如果说从最开始这个402下跌的话，还没到0.382，如果说你把前面这个2卖算上的话，是刚刚到0.382，看到没有？所以说反弹的非常弱现在。那么我要是你的话，因为你是想找机会建仓，是最好是买2买，就针对这个弱股票的时候，它走的弱的时候啊，你就尽量找这个2买的这个回落，甚至是出现背驰的时候，就3段，比如是一个5的背驰，或者说是一个1、2、3的背驰的时候，找背驰，然后它出现一个多头表达的时候，你可以往里进，对吧？因为怕这种弱势的时候，它慢慢的跌，就是这种。你可能弹一下，你觉得有希望了，它又继续往下走，这种其实是杀伤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一旦操作不好，如果说你仓位又加的比较重，手比较重的话，你可能每一次反弹以为能起来，你又加的比较重，但是反弹的力度不够高，你又没出来，那就会造成你的仓位会越来越大，那么越加越深。所以对弱势股票啊，就是首先。不要说啊，我这个股票买了就拿着不动，但是很容易深套在里面，因为它这个整个趋势并不够明朗，它的上涨趋势并不够明朗，所以我的建议是做2买，就是日线上做2买，或者说做这个背驰的时候有点位再往里进，或者说更干脆的你就等它这个 MACD 日线的 MACD 拉到0轴附近的时候我再动，都来得及。你看前面这里。我们可以复盘的方式看一下前面这里拉到 MACD 拉到0轴，看到没有？这次的回落是不是在0轴上启动的？看到没有？这个位置，对吧？你不影响你后面的一段啊。就这个反弹，我们可以测一下，现在31%，因为这个从0轴起来的上涨力度都是非常强的。你看它这个上面上涨这段是非常纠结的上去了。尤其是这段时间横了很长时间呢，然后才到了0轴这里，然后一个快速杀下来，然后在0轴停住了。那么这就是你要做的2买嘛，然后快速拉上去，这31%或30%，这个吃起来肯定比前面的在这里纠结了1、2个月的时间更舒服嘛。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但如果说你有耐心去
跟他杠，或者跟他去纠结的话，或者跟他这个能够跟得住的话，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这很多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耐心，拿不住。我可能更大的时候拿不住的话，可能是更大的可能是在这个位置卖了，这些位置去卖，而不是去这个继续买。如果说拿不住这个股票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操作的时候很大的问题，就是觉得这股票就是基本面好，但是又不管图形，就这个胡乱进。这也是股票基本面好，不代表我马上要进，我要更好的位置啊。它完全可以，比如说现在是270，可能240的位置更好，为什么不等一等呢？对吧？股票基本面好，并不代表我马上立刻要拥有它。这就是这个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要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就前面两个虽然好，但是呢，我进出我的进场是由技术面来决定的，对吧？可能比如说苹果也是好，打个比方，苹果股票也好，但是并不代表苹果你现在就应该买它，因为它比如说处于一个相对的位置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已经涨得新高又新高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位置并不一定想买它，你可能等它一个大幅的回落的时候，比如240的时候才去买它，因为它的基本面比价关系都非常好的情况下，最后决定进出的反而是它的这个技术面。这是为什么禅师非常的强调我们散户要学技术分析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基本面、技术那个比价关系你都可以去照抄，你去抄这个机构的一些分析师的，他都给你分析好了，他们有团队在背后，对吧？那么我们的话是没有这些，我们可以去抄作业，但是进出的时候这个问题，最后点鼠标那一下是需要你自己点的，这个就是牵扯到技术分析了。所以说进的位置好不好，决定了你能不能够拿得住。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